好，那今天我们操作这个模特的话，我们会使用到上下的1+1的层次的修剪的技法。那上下层次的1+1修剪技法怎么解释？就是上面一个层次，下面一个层次，专门为了去应对那些，比如说发量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又不能利用打薄去拿掉的，而且只能用这种透过上下的2个技术的拼接，让它更好的去呈现的一种技术的表达方式。所以对于头的上下的控制会更加的多元化一些，所以接下来我会利用这个模特跟大家去演示如何利用上下的2个空间，更好的去制造一些显得头小、显得发型紧致的一个技巧。好，我们开始这个模特的操作。然后模特留了很长时间的长发了，然后这次他想大胆的做一个短发的一个尝试，所以在经过跟模特的沟通以后，然后我准备想跟他用这个上下的2个层次的这个技法跟他来操作。那我们利用下边的一个去除的层次，再加上面的一个去除的层次，这也是我们在沙龙里面比较经常用的，主要针对于这种发量特别多，然后呢又想剪一些这种非常清纯的非常看起来自然的这样子的一些小短发的一些客人使用的一个方法，也是今年比较主流的一些层次的一个搭配。我们现在开始操作。首先我们先把模特的长度跟它去先做初步的一个的确定，因为模特头发很长，所以我们先给它去剪短一部分，为了好剪。好，现在跟它操作。好，先初步的先定掉它的长度。好，先给它剪掉，这是模特想要去保留的头发，给你放这里了，好吧？那我们现在先跟模特做分区，首先先找到前额的中央点，好，然后跟它左右分开，然后分开以后，我们再来找到，然后模特的黄金点，看一下。然后黄金点找到，然后再找到头顶的最高点中间的部分，然后分到耳上，然后再从这条线的一半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把头顶这里分开，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快速的找到了头顶部分的区域。先夹住。然后，另外一侧我们同样的方式，另外一侧我们同样的方法，然后分好以后，我们把它夹起来。对，注意找到黄金点跟头顶最高点中间的部分，然后把它这条前顶区的部分先分出来。刚才我在理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就是整个头我们要分的4个区块，然后先把它分好。好，再从这条线，然后分到后部的最高点。OK， 好，再从这条线我们分到后部的最高点。好，然后我们就分好了。好，那整个4个区块的部分就分出来了，就前顶部区、后顶部区、侧部区、后侧部区，总共就是4个块。这4个板块的头发的话，那我们就想一下哪里要把它剪薄，哪里要把它剪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用什么样的技术把它完成。那这个头发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用上下的2个层次来完成它，因为有一些客人的话，下面的头发毛量特别多，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样去量都很难解决，就用到这样子在下面用一个去除的方式给它来操作。好，首先第一步我们先先从侧面区开始，注意先取一束发片梳到跟地面垂直。好，长度的话我们设定在梳子的1/3，然后开始把它剪掉，最大限度的去把这里的层次把这些剪高，然后把头发这里的发量去给它拿掉。好，第2层同样的方法，继续梳到跟地面垂直，
切口跟地面平行。好，然后第3片同样的方法，还是梳到跟地面垂直，切口跟地面平行。好，那我们来看，这样子剪完以后，整个侧面就会特别的轻柔，一下子就显得整个头就会收进去。所以针对于这些毛量特别多的客人的话，就是这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解决。还有就是针对于在沙龙里边，客人如果是这里还是会翘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碱性低的药水，把这里给它压制的服帖一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这样子剪完以后，大家看一下，它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下面非常自然的一个碎碎的一个鬓角，因为这就是发际线本身的样子。好，那我们再往后边，后部的话，我们同样的方法，然后还是找到前面的引线跟地面垂直，发片，然后跟着前面的引线走。好，再来继续同样的方法，全部梳到上面这一片，来，好，全部梳到上面这一片来，然后把它落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重量全部被拿走了，然后下边变得特别的轻盈。好，以此类推，同样的方法，以此类推，我们全部同样的方法拉到跟地面垂直。好，引线跟着前面走，一直梳过来。好，同样的全部梳到第一片来。好，剪好以后，我们再来剪另外一侧。另外一侧，我们同样的方式，还是梳到跟地面垂直，梳子的1/3的部分，把它剪掉。好，全部的头发，同样的全部梳到跟地面垂直。然后注意两侧要保持长度的平衡。好，然后后边同样的方法，跟着它继续，发片跟地面垂直，同样的方式，以此类推，逐渐的向后。所以我们这个方法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是客户的头发的发量一定要多，针对这种多的客户，头发发量多的客户，我们使用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搭配。头发特别少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了，就直接用单一的层次就可以去完成了。好，然后全部剪完以后，我们来看，整个下部，然后变得会特别的虚，特别的碎。这就是我们针对于剪这种清纯的这种小短发的话，常用的一个使用技巧。然后后边的话，我们最后看一下，再根据客户的要求，还有我们的设计，再将后边这里的话去做一些个性化的处理。好，再做一些个性化的处理。做个性化处理的时候，我们有3个选择。第一个呢，我们是把它剪平，就这样平着剪过来。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剪成一个这样子的三角的。第三个的话再短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它剪成这样半圆的。所以这个的话，后边的这个区域它比较多变，给到大家几个选择。但是在剪的时候，尽量的使用点剪，不要使用平剪，因为等一下我们在修饰的时候太平剪了，等一下不好修。好，然后这一侧同样的方式。如果你喜欢剪短发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层次你能够去明白的话，你会从这个头发里边可以去参悟出很多可以变化的结构跟形状来。所以我们现在从正面看，你看
两侧这里很快的就把两边的头骨宽的、发量多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基座，我们瞬间的就将头骨的两侧秃、发量多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就是后部这里呢，也不会显得特别短。对于很多年轻的女生来说的话，这个长度大部分人还都是能够接受的。好，那这个完成以后，我们就来剪上面的。好，那上面的层次的话，我们讲了2个层次，下面一个，上面一个。上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堆积的，也可以用去除的，也可以选择斜后的堆积、斜前的堆积、水平的堆积都可以，也可以选择斜后的去除、斜前的去除、水平的去除都可以。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就给大家用一个就是显得头型最容易显小的，看起来最自然的一个层次的搭配。所以上面我们给它用一个水平的去除。垂直头肌，看一下，找到梳子的一半。好，记住垂直头肌找到梳子的一半，切口跟地面平行，放下来。好，继续同样的方法，还是全部跟地面垂直，然后切口跟地面平行。全部剪成水平的。好，同样的方式，全部跟地面垂直，切口跟地面平行，让它上下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然后这侧，我们同样的方法。好，再来。一样的方式。好，那剪好，你看这个层次剪好以后，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就是上下的有一些不连接的，根本就看不出来，只是很好的显得头顶变得小了。好，现在我们来剪上面的，先来把一部分的头发先拿掉。好，我们根据前面的引线开始，然后梳到跟地面垂直，切口跟地面平行。好，全部一样的切口跟地面平行。好，这侧同样的方法。全部跟地面垂直，切口跟地面平行。好，继续，一样的方法。好，然后再到另外一侧。好，这侧我们还是一样的方式，梳到跟地面垂直，切口跟地面平行。这2个层次，如果你能理解的话，你会非常快速的将这样的一个小短发表达出来。如果你在加深的记忆，在理解的深的情况下，在这一个头里面，一个技术里面，你可以去创造出 N 多个好看的短发来。所以大家不要只是把它定义在就是这是一个全是一个去除的层次。我刚才讲了，你上面也可以加一些堆积的层次，也可以。你要想让上面制造上面的饱满度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斜后的堆积啊、斜前的堆积啊、水平的堆积啊，都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目标造型不是那个，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用这2个去除的方式，然后来操作。好，那基础的2个层次的搭配，我们就剪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结束了。所以非常的快，也非常的简单。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开始去进行它个性化的这个处理。那个性化的处理我们在哪里？就是在刘海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刘海这里，我们该怎样去做？好，刘海的部分的话，我们不会去做太夸张。当然，如果是你要想要去把它做的稍微有个性一点，我们建议剪到一个眉上。但是今天模特不想要太短，所以我们会选择跟它稍微留一个长一点的刘海。对，
然后先给它剪到鼻尖这里，对。好，等一下我们在吹干以后，我们再做个性化的处理。好，全部拉过来，全部先剪到鼻尖这里，然后这里掉下来的部分，我们再做一些视觉上的连接。好，然后掉下来的部分做一些视觉的连接。那我们这样子看过来的时候，从前往后这样子看过的时候，会感觉整个刘海跟这里搭配，就显得整个年轻人的氛围感就特别的强。然后这边一样的方法，拿起来，先设定一个大致的长度，好，跟过来。然后跟过来，好，好，侧面我们一样看，整个层次搭配过来以后，这是显得头会特别的紧致。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跟它去做基础吹风，然后先来调节。好，我们刚才把整个基础吹风吹好，就是把整个头顶收起来，然后带顺就好了。然后在上面这个层次完成以后，下面这个层次完成以后，这只是一个基础的结构。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细节的调整，跟它去修饰。我们看一下，我们先从刘海的部分开始操作。对，刘海刚才我们在留的稍微预留的长一点，所以给多一点空间。我们在修饰的时候可以去调整。就在刚开始的时候，刘海千万不要剪太短。因为我们等着去发量调整一下，发量调整以后的话，头发它会逐渐的稍微短一点，所以逐渐的一点点的去它，不要急。好，刘海我们先设置一个大致的一个长度，然后再到侧面。侧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因为这里是层次跟着层次剪下来的，所以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头发、这些外线稍微让它看起来干净一些。看起来干净一点，因为客人的话，有时候他不想把耳朵放下来的时候，他可以直接这样子将鬓角这里梳过来，这样子看起来这里就会比较舒服。所以我们先把这里先调整顺它。调节完以后，我们再来逐渐的到后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鬓角。如果这个鬓角这个位置比较杂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里稍微的给它把鬓角这里调节一下。让鬓角这个部分看起来不要太过于混乱，对，好，然后这边，然后我们再看两边，好，这边我们同样的方法梳过来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它关联的部分这里稍微让它连接好一点。OK， 好，预防客户挖耳朵后面带的时候，看一下这里的连接。会跟着自然的过渡过来，
所以这块头发稍微处理的干净一些。然后我们再来去观察，好，鬓角的部分，让整个鬓角看起来比较紧致，比较自然。然后后边的部分的话，建议大家用牙剪，就是因为剪刀的话，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去掉的可能那个柔和感没有牙剪那么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换上牙剪给它来操作。好，后部的头发的话，我们就拿起来，先将底线的部分做柔和，点点的让它跟头发皮肤之间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过渡，不要让发尾看起来那么的生硬，让它看起来特别的舒服。还有，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到发根的部分，再到发干的部分，就让整个后部这里，因为它会比较厚嘛，所以的话，我们再从发干到发干，然后把发量给它稍微拿掉一部分，然后让这个部分看起来整个树状感要跟侧面这里完整的衔接在一起。好，那这样子的话，整个侧面的整个树状感看起来衔接度就要舒服很多。尤其是这个位置，切记，千万这个部分要跟皮肤，那我们看一下很好的一个对比，要跟皮肤之间的过渡要做好。有很多发型师在修饰的时候不注意这些细节，所以做出来以后，整个头发看起来就显得整个外线看起来特别脏。一样的。注意一点点的将它跟底线的部分头发衔接好，然后再到发根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去特别担心，你感觉我下刀好像特别厉害一样。对，大家不需要去操心那个，你们只要从发根、发干逐渐的这样剪下来，这样子有助于它这种线条的这样的形成。对，因为这是下边的头发。好，然后我们逐步的再到侧面，你看过来的时候，依然这里看起来要整个树状感要很强，因为这里的头发刚才我们已经剪得很薄了，所以太薄的部分不能去，所以就只是整个后部这里一定要处理的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衔接的非常的舒服。好，完成好以后的话，我们再来将里边的头发我们还是进行点剪处理，因为刚才这里我们全部拉到了跟地面垂直的部分，所以它的切口还是比较生硬的，然后让它上下的部分全部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衔接。对，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舒适。还有呢，就是顶部的话，我们刚才全部拉到跟地面垂直，所以我们现在还继续上来，顶部这里做一些点剪，让切口跟切口之间的头发，然后有效的融合在一起，不要让它看到有任何的这些不连接的部分出现。好，一样的。将发尾的部分开始进行柔和，注意边柔和边观察层次跟层次之间的这个头发的这个紧密度。好，一样的。边柔和边观察，记住边柔和边观察，让它完美的衔接在一起。千万记住我刚才讲那个话，边柔和边观察。对，不要让他看到有任何的
不衔接的样子。对，两边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操作。好，两边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好，继续，还是边观察边调整。好，逐渐的我们整个样子就开始变好了。记住，层次的构造它只是一个小环节，代表了这样的发型一个基础的样子，然后再加入修饰，然后再加入整个刘海的整个设计，才是我们要完成的关键的部分。好，所以细节的调整非常的重要。所以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开始的时候，刘海的部分不建议大家一次性的调整那么多，稍微少一些，然后等到整个修饰的时候，我们再逐渐一点点的去观察去看整个头发之间的整个变化，然后哪里要长的，哪里需要重点再去加强一些的，我们再来。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稍微长一些的刘海，不喜欢特别短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些女孩子本身的一些意愿。那这个头发我们修到这里的时候，大致的我们就做完了。因为年轻人的发型的话，建议大家做成这样子的三角形的，不要太圆。那所以旁边这个部分的话，我建议大家稍微留得厚一点，凸出来一部分，这样子显得头顶比较尖，而且从前面看的时候会显得人的脸型会比较小。所以这个头发的功能性比较强，如果是客人喜欢这样子显得非常的自然的话，帅帅的，那我们就把鬓角留下。如果他想要去看起来更清纯一点的话，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耳朵这些部分的话给它拿起来，给它直接别到耳朵后边来。这样子的话，这个头发看起来整个给人的舒适感立马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做一个头发的话，做一个发型，有时候要强调的是发型的整个多面性。然后我们去展示，就是一个头发，我们也可以让它去更多面的去表现，不单单只是一个面，让它整个压到耳朵后边来的时候，看起来也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舒服。然后放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表现的这些更加不一样的味道，也可以这样子去放下来，然后利用这些鬓角做一些更加的酷感、更加帅气的一些造型。好，剪到这里的话，我们整个结构的修剪就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大家去跟它进行更细腻的一个比较生活的一个造型。我们接下来开始。好，这是我们基础吹风完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去看到，首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刘海的部分千万不要剪太短，就是留一定的部分，我们最后再做设计。然后侧面的话，我们也是看到这些受层次的影响，我们最后这个鬓角所预留出来的，还有后部的部分，然后留出来的，显得整个头下部这里收进去的会非常的紧致。那上面的话，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去除的一个层次，所以完成了以后，就是整个顶部的动感的部位也会特别的强。然后我们再从侧面去看，因为受两个层次的影响，然后层次的整个空间感、动感会特别的强。我们现在给它去做一些造型。好，用一些软蜡，因为对于短发来说，我们还是要加一部分湿发品进去的。然后再配合一些精油。好，均匀的给它涂抹上去。剪短头发剪完以后，千万记住，不能像长发一样说，什么都不打理，然后这样子随便吹干就行了，就千万不能这样子。所以一定要适量的涂抹一些湿发品。好，这个头发的话，一般我们在客户头上去打理的时候，
然后注意几个点，千万让头稍微收的紧致一点。打理完以后，我们会把耳朵后边的头发，你看，就先选择压到耳朵后边，然后跟后部的头发形成一个鲜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好，先看一下，调过来以后，好，这是我们整个造完型以后，涂抹一些湿发品以后，我们看到的一个样子。所以将侧面的头发，然后压到耳朵后边来，形成这种看起来非常清纯、非常自然的一个这样子的短发。尤其是在春夏的季节，然后给到客户这样的一个提案，客户会感觉特别的舒适。然后我们再到侧面再看一下，因为侧面的重量被拿走了，所以显得整个侧面的话会显得特别的服帖，特别的轻盈。然后整个后部也是，因为2个层次，所以整个后部看起来头也会比较小，然后也会产生比较服帖的感觉。好，然后到这一侧一样的方式，然后我们从四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头发的情况下，就整个头被收的会比较紧致，然后给人带来看起来一个特别舒适、特别清纯、特别自然的一种味道。当然，如果是我们想要去加强一些造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模特的鬓角拿出来，然后去这样子给它留一些鬓角的方式，然后在一侧给它增加一个造型的氛围感。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比较凸显发型的整个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头发这个发型呢，它不止一面，你也可以让它去表现这种看起来像狼发一样的这样子的味道，也同时可以去制造这种看起来很清纯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短发的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都可以去跟客户去介绍，然后让客户去学会这样子去使用你要的这样子一个效果。但是在这个头发里边，我给大家一个意见，就是关于后边的头发的这个处理，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些提议吧。就一般的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一般的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常规的我们都是特别喜欢将头这样子收进去。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去做造型的时候，特别注意，就是要学会将两侧的头发，然后把它这样子去用最大的张力把它彰显凸显出来。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是因为形状，圆的形状代表了饱满、成熟，就这样子一个比较圆润的形状。但是年轻人需要的是这样向上的，这样的。但是向上的时候，下边的宽度要出来，所以就在下部这里保留，一般我们都会比较厚，后面进行在需要用打薄的方式，然后去处理的时候，然后再把它做成这样树状感，这样子底下的张力就会比较大，显得上面就会比较小。还有的是在前面的造型这样看过来的时候，就一定要显得这个部分稍微的有一些突兀感，这样子我们就会把焦点不会集中在这里，显得脸型就会比较小。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做一些短发的一个造型的时候，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就这样子的一个上下的2个层次的这个使用的方法，透过这个头发我就给大家完整的去诠释清楚了。希望这个头发这个结构能够带给你们更多对于发型的一些空间的一些想法。然后记住，它不只限于这样，上面你可以用斜前的堆积、斜前的去除都可以，然后用水平的堆积、水平的去除都可以。
所以大家好好的去思考，然后下一个视频里面，我还会有根据这个2个层次的新的变化，关注下一个视频。